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梦君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海贼王》的特别篇剧情。春鲨是一种捕获等级为10，浑身都能散发如同阳光般光泽的鱼类。不过这种鱼很难捕捉。小松和阿鲁已经在海上钓了3天了，小松的耐心都要被磨没了。这样耗着，不知道啥时候能钓到春鲨。这时候，趴在一边的泰利突然警觉起来，阿鲁也听到海底深处传来某种异样的声音。他一把握住了鱼竿，和小松一起用力一提，一条血光闪白的巨型春鲨从海中一跃而起。阿鲁跳了出去，在春鲨还没有落回海里之前，突然出击，将春鲨打晕。二人正准备将春鲨拉回去烹饪掉，旁边的泰利突然对着春鲨叫了一声，然后春鲨突然又直立起来。阿鲁隐约听见从春鲨的嘴里传出某个声音，春鲨挣扎几下，然后一个人影就从春鲨的嘴里窜了出来。阿鲁定睛仔细一看，这人如此眼熟，竟然是2年前遇到的那个又傻又直爽的吃货海贼路飞。路飞看到了小松和阿鲁，一改往日傻乎乎的表情，正色道：“我有事情要拜托你们。”阿鲁和小松来到路飞的船上，这才知道原来船医乔巴得了一种名叫深海热的病。得上这种病之后，身体会像海水一样，身体逐渐冰冷，整个身体会变得如海水一般蔚蓝。能够医治这种病的药物只有一个名叫海鲜果实的东西。因为这种东西长在海里，所以路飞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，结果就被春鲨给吃掉了。刚好阿鲁听说过海鲜果实，这种东西并非长在海里，而是长在一个漫山遍野都是中华食材的岛上，岛名叫塔中华岛。岛上有各式各样的对身体有益而且健康的食材。这些众多食材中的海鲜果实是集龙虾、鲷鱼、河豚等各种海鲜的精华于一身的传说中的果实。连阿鲁自己都没有见过这种食材，只有乔巴曾经在鸟王国的图鉴上见到过海鲜果实。路飞一听立刻带着伙伴们动身前往塔中华岛。到了这里以后，大家发现这个岛上还留有古老的人类建筑。阿鲁解释说，塔中华岛上很多食材都可以作为药用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曾经很多人来到过这里。不过这些人被岛上动物当作有害生物赶出了小岛，所以才留下这些建筑。路飞一伙儿一起登岛去寻找海鲜果实，结果刚登岛不久就遭到了一种奇怪的鸟类的袭击。阿鲁说，这种鸟是捕获等级为20的9关功夫鸟，它们可以模仿人类的动作。眼前的这一大群大概是模仿了当地居民的动作，因此看上去很会武功的样子。因为这种鸟不能食用，路飞特意嘱咐索隆不要砍伤它们。阿鲁的信条是，对于不能吃的动物绝不伤及它们的性命。索隆应了一声，赤手空拳将一大部分9关功夫鸟干倒。罗宾在一边用果实能力干倒另一部分，路飞则用3档将剩余的功夫鸟全部打倒。这群功夫鸟十分有趣，一看自己打不过路飞等人，全部跪下来拜师学艺。这种样子大概和阿拉巴斯坦时候的功夫海牛差不多。路飞于是让功夫鸟带路，功夫鸟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此时的乔巴蓝色的斑点已经蔓延到了全身，但功夫鸟也不知道海鲜果实在哪里。阿鲁对路飞他们说，以目前乔巴的状况，最多能挺过今天，如果不快点找到海鲜果实，等到蓝色完全布满全身时，就再也救不了乔巴了。不过目前对于海鲜果实的线索还是一无所有。这时破案专家罗宾回来了，他告诉大家自己在岛上发现了一个石碑，上面写着在岛上溢出的海洋中结出果实。罗宾觉得这应该是找到海鲜果实的重要线索。阿鲁看到桌上有一道菜是青砖条海贝做的，他问小松这是哪里来的食材。小松说这是从岛上的河里捞的。阿鲁一下子兴奋起来，因为青砖条海贝只生活在海水里，说明小松说的那条河其实就是溢出在岛上的海水。众人来到河边，发现河水是咸的，的确就是海水。再顺着这条河流往上走，大家来到了岛上的人类建筑遗址前面。那里出现了一头壮硕的功夫熊猫，索隆留下对付这个壮汉，其他人则沿着海流跑进建筑物里面。在这里他们终于发现了海鲜果实，但是这种果实居然长在某种生物的身上，这就是捕获等级不明的曼巨龙骨。它的身体好像榕树，
上面结满了像馒头一样的海鲜果实，在它身体的四周长着许多藤蔓一样的龙头。这种生物很难对付，它的头部动作十分迅捷，而且被打折了之后在水里还能重生。路飞和罗宾被他的头部释放的海水剥夺了能力，被困住。乔巴很自责，他认为都是因为自己使伙伴们陷入了危险之中。阿鲁鼓励乔巴说，好的食物只有大家一起分享才美味，等乔巴康复了就可以一起享受海鲜果实了。阿鲁说完，一记飞刀砍向馒头龙的一个脑袋，馒头龙将路飞吐了出来，路飞又踢碎了缠住罗宾的触手，将罗宾解救。然后路飞用自己的身体充当弹弓，将阿鲁弹向馒头龙。阿鲁飞出去后，一招飞腿刀将馒头龙的身体拦腰斩断，彻底将其打败。海鲜果实终于到手了，小松迅速将海鲜果实烤熟给乔巴吃了下去，乔巴瞬间脸色恢复正常。大家都为乔巴的康复而高兴，在岛上开启了篝火晚会。结果万没想到，到了晚上，乔巴的病情突然加重，整个身体变得火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弗兰奇驾驶着桑尼号带着可可、萨尼和林赶来支援了。萨尼看了看乔巴的状态，说这是深海热的晚期病症，日出时死亡就会降临。可可告诉大家，除了海鲜果实，还需要将春夏秋冬4个季节中传说中的食材随海鲜果实一起服下，才能彻底治好深海热。在塔中华岛上，众人找到了一个带有封印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岛上的传说之地，里面封印的正是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食材。阿儒打开封印，一个巨型的蘑菇拔地而起。话不多说，大家立刻冲进蘑菇塔去寻找食材了。第一层是下层，这里面的专属食材是捕获等级为29的豆瓣浆糊，可以从他的身上获取高浓度的豆瓣酱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布鲁克和罗宾、索隆、可可、乌索普留下来对付这个大老虎，其他人继续前进。豆瓣浆糊十分有趣，他疯狂地追着乌索普跑，结果跑着自己就融化成了一大坨的豆瓣酱。丘层里，弗兰奇和林、萨尼、山治留下来收集食材。萨尼说自己对这一层的食材非常感兴趣，弗兰奇十分好奇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神奇食材。萨尼解释道，这里将会出现拥有8只脚的八角兽，比独角兽要漂亮好几倍。然而结果却出现了一个身上长着调味品8角的野猪。萨尼整个人都傻了，这种8角兽长得也太丑陋了，和传说中的一点都不一样。萨尼美好的幻想被打碎了，气得炸裂，用发索将灵活又野蛮的野猪死困住。灵成功从他的身上取得了8角。路飞和阿儒、小松来到东层，这一层的食材是老酒，不过有一只巨型的猩猩守在这里，这就是等级为32的老酒猩猩。他喝完了老酒之后，对着阿儒耍了一套醉拳，而且这个家伙一边打架一边喝酒，喝得越多越厉害。阿儒告诉路飞，老酒猩猩之所以厉害，不是因为老酒，而是它用来盛酒的容器，那是芒果木瓜的叶子。这说明芒果木瓜就在附近，而他们所需要的春季食材就是芒果木瓜。这时老酒猩猩再次攻上来，2拳分别将路飞和阿儒打飞。当老酒猩猩准备将吓傻了的小松干掉时，在远方被关进监狱里的美食4大天王之一的泽布拉隔空一声怒吼，他的银之导弹随即冲了过来，准确无误地将老酒猩猩干倒。老酒猩猩十分愤怒，猛喝了一口老酒，身体变得十分巨大。路飞启用3档加武装色，阿儒使用了15连钉拳，一起进攻，终于将老酒猩猩打倒。老酒得到了，还差最后一个食材，那就是芒果木瓜。不过由于这里是冬天，芒果木瓜还没有开花，除非它能沐浴到温暖如春的阳光，否则它是不会开花的。可是如果等太阳升起来的话，乔巴就已经死掉了。危急关头，一大群春鲨突然从海洋跳跃出来，它们的身体在产卵时会发出光芒，这些光明聚拢在一起，就如阳光一般刺眼。芒果木瓜受到这种光芒的照耀，终于开了花，结了果。小松将所有的食材加上海鲜果实一起烹饪出了美味的食物。乔巴吃下去之后大呼好吃，身上的红色瞬间就消失了，深海病也完全治愈了。本期的故事就到此结束，我是先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